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利，好久不见。2024年呢，转眼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也是时候重新调整一下我的桌面了。我一直觉得桌面置物架非常好用，所以之前呢也做过一个，但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还是觉得不论美观性和实用性都还是差了一点点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就打算重新制作一个全新的置物架 Plus 版。在正式开始制作之前呢，需要简单画个草图，以便准备材料。外观呢，我基本参考了旧款 Golfmate 的显示器增高架，但有些地方出于成本考量和制作难度呢，还是稍微做了一些取舍。等到草图基本完成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准备合适的材料了。我这里购买了一块宜家的贝利斯胡特搁板作为置物架的主体，胡桃木色的搁板非常符合我桌面的整体配色，即便并不是实木材质整体看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这块板呢是120×20厘米的，因为我的显示器呢比较大，是一块40寸的带鱼屏，所以低于120厘米呢就会显得有些不平衡。如果你显示器不是特别大，或者只是单显示器的话呢，那100厘米甚至80厘米就足够了。接下来呢还需要准备2块 MDF 或者实木的薄板。我这边呢是买了2块 Daiso 的 MDF 板，其中一块的尺寸呢是30×20×0.5厘米，用于制作支架腿。另一块呢，则是30×30×0.8厘米，用来制作内置收纳架。这个是在亚马逊购买的方形软木片，我找到的刚好是20×20×0.5厘米的，并且呢，后面自带双面胶，粘性很强，非常便于之后的组装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准备了一卷更大尺寸的薄软木贴，用于包裹收纳架。这个是普通的舒化墨水，用于给支架腿染色。这个不是必须的，可以根据你的配色决定是否购买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L 型的角码，我买了12个，但最后其实没有都用上，具体后面会说。材料准备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需要用 MDF 板切割出支架腿的大小，因为贝利斯胡特搁板呢是20厘米深的，因此只需要将 MDF 板切割为3块20×10厘米的小板子就可以了。测量好尺寸就可以开始切割了。你可以使用圆锯或者线锯切割，也可以像我后来一样直接用多用途刀反复刻划进行切割，以便得到更加平滑整齐的边缘。接下来呢，则需要将软木片也切割成20×10厘米的大小，这样的软木片一共需要切12块。全部切割完成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支架腿的组装了。撕开软木片上的双面胶，对齐切好的 MDF 粘贴就可以了。MDF 的两面呢各需要贴2层软木，以便达到合适的厚度。这样的板子还需要再做2块。接下来呢需要进行一些打磨。我使用木工夹将3块板子夹在一起，先在80目砂纸上打磨其中一个长边，因为不管切得多干净，对得多齐手工制作呢多少还是有点误差的。打磨一下可以让每块板子的高度都尽量相同。打磨完长边呢，就需要开始制作圆角了。我这边想要做一个3厘米半径的圆弧所以先用木工角尺标记出合适的位置，然后呢用圆规画出圆弧。接下来在另一侧也重复同样的操作，之后呢用锯子先切掉一部分的直角，接着用锉刀锉出大致的形状，最后呢再用粗砂纸将圆弧磨平滑即可。另一侧呢也重复同样的操作，完成之后就可以得到3个圆角支架腿了。接下来我要给软木染个色。首先呢将墨水直接倒在支架腿上，然后用软布将其涂抹均匀，边缘的部分呢也别忘了。软木因为有很多缝隙有时候一次上色不一定能够渗入到缝隙中，因此涂抹完一遍后呢，还要再检查遗漏的部分，挤一些墨汁进去。待软木上的墨水完全干燥后呢，就可以涂抹保护清漆了。我这里用的呢还是上次做置物架剩下的清漆，搅拌均匀后，使用海绵涂抹在支架腿表面以及边缘的部分。等到干透后，再上第2遍清漆支架腿就完成了。等待支架腿干燥的时候可以先着手制作内置收纳架了。首先将 MDF 板切割为30×20厘米的大板，以及30×3厘米的长条2部分，然后呢切割出一块略大于30×20厘米的薄软木贴，覆盖在大板上，翻过来裁切掉多余的部分，并且将其中一条切下来的边贴在大板的一条长边上，再次裁切掉多余部分，大板部分呢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将切下来的长条的半边贴上软木贴，之后呢用纳米胶粘贴在大板的后部，这样呢置物架就完成了。
接着呢，在支架腿上贴上纸胶带，方便标记。用尺量出大概5厘米高的地方做上标记。之后呢，在大板两侧贴上纳米胶，按照标记的高度贴上支架腿。确认搁板水平之后呢，撕掉绿色纸胶带，再在搁板的底部和支架腿的90度夹角位置上呢，装上脚码，内置置物架呢就完成了。OK， 那么到这里呢，组件就已经全部都做好了。最后一步就是组装成品了。我首先呢，在支架腿顶部贴上纳米胶，再在搁板底面标记好左右支架腿的位置。我各留了大概6厘米的距离但你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接着呢，先将内置置物架的部分贴上，然后在另一侧呢也贴上支架腿，翻转过来整个置物架就做完了。我本来呢打算用脚码固定支架腿的，但实际使用后发现只要纳米胶够厚够粘，其实不上脚码或螺丝对于稳定性来说影响不大，特别是放上了音箱之后几乎不会移动，所以我最后呢就没用脚码了。但如果你打算之后放显示器的话呢，最好还是用螺丝和脚码加固一下。好的，到这里呢，这样一块好看又好用的桌面置物架呢就做完了。其实细节和制作方法呢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，不过目前来说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更多的优化呢，就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搞了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哈利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